我是陈明哲医师。如果你已经准备要做试管婴儿了，那接下来的流程该怎么做呢？那首先呢，就是月经来的前3天，你要到医院来做初步的检查。那这时候我们会帮你安排超音波检查，看一下卵泡数究竟有多少。那再来就是会做个抽血检查，看一下你的荷尔蒙的值是不是正确的。如果确定没有问题，我们就会开刺激排卵的药给你，通常是针剂。那有时候还有一些配合的口服药。一般来讲，会先给5天左右的药物。5天之后呢，会请你回来看超音波，那看看用了这些药以后的反应。那我们会根据这时候的超音波来决定是不是还要抽血，那个药物的部分是不是要调整，也有可能会需要增加剂量，或者需要减少剂量。然后根据这个卵泡发育的大小来决定在下一次的追踪，可能是2天或3天或者隔天。那一直等到卵泡的大小已经成熟了，那抽血的值符合我们准备取卵的这个需要，那时候会最后打一个破卵针。那打完破卵针之后的36小时就会安排取卵。当天先生会需要取精，然后我们把这个精子跟卵子分别处理以后，放在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能够自然受精。如果先生的精子有问题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让它自然受精。这时候就会采用一种技术，叫做单一精子显微注射法，就是把先生的精子挑出最好的精子1颗，然后用针把它送到卵的细胞浆内完成受精。那培养到第3天或者第5天，让它形成胚胎，然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要植入或者冷冻。如果胚胎很多，除了做新鲜胚胎植入以外，还可以把这个胚胎冷冻起来。那当胚胎植入之后呢，我们会给一些适当的荷尔蒙，通常是黄体素为主，还有其他的药物。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就可以回来做抽血验孕。那验孕如果有怀孕，我们会继续使用这些荷尔蒙来让她怀孕能够顺利发展下去。那如果说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发现说她的荷尔蒙不适合当个月做胚胎植入，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当胚胎发育到第3或第5天的胚胎的时候，把它冷冻起来，那准备将来做胚胎植入。那有可能最快的时间当然就是下1个月，我们就可以把胚胎解冻来植入，那可以加快怀孕成功的速度。那很多人想了解说，有各代的试管婴儿，还有不同的费用，在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所谓第1代的试管婴儿，让卵子跟精子放在培养皿里面自己来受精发育，那这个就是第1代的试管婴儿。那这适合什么样子的人来用呢？只是单纯的女性的因素，比如说她输卵管阻塞、骨盆粘连、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那这些情况可以用第1代的试管婴儿来解决。那第2代的试管婴儿指的就是说，当精子功能比较不好，它没有办法让卵能够自然受精，那或者是做了一个 HBA， 发现精子没有办法穿透那个卵子，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采用精子显微注射的方式。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当太太的卵子很少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有时候怕她没有办法自然受精，就没有办法有胚胎可以植入。那这时候也会采用显微注射的方式来帮助受精。那这个有加上第2代显微注射的这种试管婴儿的费用，那估计大概在15到20万之间。那第3代的试管婴儿是什么？如果有必要去检查这个胚胎它的染色体或者基因是不是正常，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做胚胎切片，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来做胚胎的挑选。如果染色体正常的，当然这个是最适合来做胚胎植入。如果染色体不正常，通常不会选择植入。那有一种介于正常跟不正常之间，叫做镶嵌体。那这个镶嵌体通常我们就会看情况哈。如果它是属于低度镶嵌，我们现在也会把它视同染色体正常的胚胎来植入。那如果高度镶嵌也是可以植入，不过它的成功率会下降，而且它的流产率会增加。那如果是因为基因疾病来做胚胎切片的人，那就看他这个胚胎是不是带着父母亲双方的2个隐性基因。如果是的话，这个胚胎可能会被放弃。那如果是带着正常的基因，或者是只是带一个隐性基因，那这个胚胎还是可以使用，将来可以来植入。它的费用大约会在25万以上。第3.5代就是说，如果
我们在这个胚胎培养的过程里面，我们使用这个缩时摄影来做胚胎的观察。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胚胎在发育中间的各种表现，看它什么时候分裂，那分裂的时间花了多少，它最后分裂的形态的好坏，我们这个叫做形态动力学的分析。那我们可以根据这样子来选择好的胚胎。那这个叫做3.5代。第4代的这个试管婴儿就是运用第3代胚胎切片的结果，那以及第3.5代缩时摄影胚胎动力学的结果，再经过茂生医院40年来几百万笔的这个资料推论出来的这个特别的演算法，来做精确的胚胎挑选。如果我们在这个培养的过程里面可以得到一个演算法非常好的胚胎，然后染色体也正常，那这样的胚胎植入以后，它成功的几率可以高达80到85%。第3代、第4代的这个人工生殖，它的费用大约是在25万以上。你个人适合哪一代的试管婴儿治疗，可能需要由医师根据你的个人状况来做判断。我们知道，台湾在2021年7月开始实施人工生殖的补助，补助的方式就是说，只要你被医师确诊是不孕症，还有夫妻至少要有一方是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要在台湾有结婚登记，那你就可以做试管婴儿的时候申请国民健康署的补助。45岁以前都可以补助，40岁以前可以补助6次，那40岁以上到45岁以前补助3次。那第1次的补助呢，最高金额是到10万。那第2次到第6次的补助金额是6万。茂生医院设有补助咨询柜台，有专人为你做说明跟申请。经由以上的说明，相信大家对试管婴儿的流程有更清楚的了解。如果你需要再更详细的说明，欢迎到我的诊间来咨询。下次再见，拜拜。关于植入前或植入后要注意的事项，可以请大家观看我们之前已经有的影片。